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谈一些国际的讯息。好，大家都知道，南韩跟美国之间其实现在李在明在位之后，也有一点点的敏感跟拉扯。好，之前一轮去韩国的时候，发现有一部分人对于李在明亲中是蛮感冒的所以甚至还看到一个抗议的场合，说李在明叫做 China Lee。好，但我们现在看到李在明去访美之前，其实呢，川普这边有讲说，韩国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看起来像是肃清或是革命。他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就不能在那边做生意。他说要确认情况。好，那当然在接机的时候也有一些讯号跟意味嘛，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谁来接机呢？我们就看到画面李在明跟他的夫人在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50分抵达了安德鲁斯的联合基地，好获美国国务院代理礼宾处处长还有韩裔美军上校的迎接。发现没有部长级的官员到场，那期间这个 Kim 就是李在明还向Kim 还向李在明来赠予一枚联合基地的纪念币。那有人当然就讲说尤其他们自己内部这个南韩的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就发现说，这美方接机的团队似乎这个规格跟礼待有一点点没那么高嘛所以表示遗憾。不过在两人这个川普跟李在明见面之后，发现这个川普他们在白宫进行会晤期间，川普就说了，表示希望今年能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会面。好，其实川普在第一次任期的时候，他就曾经2次跟金正恩见面嘛，世界的大合体那他现在又这样子说了。好，那到底美韩峰会聚焦在和平愿景，李在明说川普很棒，怎么样棒呢？说川普是和平缔造者，我愿成为节奏推手。好，很明显川普这个和平奖真的是希望拿到手连李在明都必须要这个退一把。好，那李在明访美发起了魅力攻势，川普人称将维持美韩的关税协议。他说我们坚持己见，要履行他们在之前同意达成的协议。那李在明的史诗级迷汤果然有效吗？我们看到川普在会前放话说不能跟韩国做生意，就见面改口之后就说韩国非常的温暖。好，那温暖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川普真的是一变再变，跟川剧变脸一样见面前才呛南韩搞政变，就下一秒看到本人就态度大逆转。所以很多人觉得哇，川普这个人蛮能这个演戏的也是有一点泽伦斯基的演员的心态。好，李在明亲自向川普澄清说相关的搜索是不受总统控制的。那特别检察官是这样子的状况，他说为了调查前总统的政变案所发动的事实查明调查，那在听取李在明解释之后，川普的态度就明显软化了。那川普就说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我相信事情会圆满解决的。好，那当然也看到关税因为关税两样情，尤其是莫迪硬杠川普。李在明不是到华府吗？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但是印度这边还是全面受创，恐怕会失去美国一个庞大市场。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川普的形象被烧掉这个因为高达50%的关税，让印度商品在美国市场完全失去了竞争力。那就算把那个25%增加的降掉之后，印度人居下风，所以当地有数百万的工人是直接面临减薪或是被迫休假跟失业。那我们也看到彭博社说，印度政府现在紧急聘请跟川普关系密切的公关公司来进行游说，希望避免对出口商造成严重的冲击。那印度当然也不是好惹的，我们看到什么贾康姐第一邮报的主持人他每次讲话都很激烈他说新德里的立场早就已经亮明了，印度不会在关税问题上面改变路线，不会为了获得认可而放弃战略自主。好，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大陆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他怎么说呢？他说川普真的是太放肆了。好，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贾康姐，有很多人说不知道他到底这一次有没有很激烈，我们赶快来听一下。So India is clearly stepping up its engagements with both Russia and China. The SCO summit will be the culmination of those efforts. The next few days are going to be very crucial, but New Delhi's position has already been spelled out. India will not change course over Trump tariffs. It will not trade strategic autonomy for America's approval.
好，很强硬。不过中国大陆这边的智库副主任高志凯又怎么说呢？再大家来听一下。No, that means Indians are smart if they can make a profit out of the trade. What do they expect? Do they expect Indians are dumb so that they buy oil and sell oil for a loss? Come on. I think it's very presumptuous for these people, for these countries, to come to the door of a great nation like India and try to make mockery of such great nation. You need to make up your own mind and really strive for your own potentials. 好，再度证明了现在中国跟印度的关系有比较密切，因为美国的关税问题。好，我们首先请教是赖老师。川普他对于韩国的一个谈判，他希望韩国能够达成跟日本一样的啊，就完全让川普满意而开心的这个所有的协议啊。所以很明显的，他采用的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因为12点的时候飞机就要到了啊，然后就12点的时候李在明就要到白宫了，是，然后他们会在这个门口亲切的交谈，接着就合影，15分就进入会议室就是椭圆办公室开始谈判讨论对话，然后在2个多小时以后共进午餐或者是一面吃午餐一面继续来对话，要经过这个程序。那在飞机快到前2个小时2、3个小时左右，川普突然间发了一个推文，说真的很糟糕，韩国现在在搞清算，在搞革命，我们没办法跟这样的一个国家做生意，意思也就是说我要跟他脱钩。那我相信韩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一定看到这个推文，就因为每天24小时盯着看嘛，尤其是川普晚上不睡觉的话，他们的值班人员也要盯着看那马上就会拍电报，透过这个传讯透过通讯送到这个李在明的专机上。我相信李在明接到这个讯号的时候，马上把部长都找来，开始开小会了。开小会以后，这就代表说，这个川普这个不开心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川普给李在明施加压力了。因为李在明要出发之前，他说我很懂得交易艺术，我有看这个川普的回忆录，1987年出版的那个回忆录，川普的回忆录，交易的艺术，所以我太熟悉川普的这个手段了那自信满满，川普就给你下马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飞机到了以后一下来一看礼宾司的副司长、代理处长嘛，很低的位阶，很低很低哇，这个跟李明博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接待李明博的时候，都还是这个小布希亲自去接那韩国媒体马上就开始做对比发现结果是一个这么低层级的人，然后一个韩裔的一个空军上校送他一个纪念币。我们看到这个李在明拿这个纪念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代表什么？这个川普的谈判开始了，给你施加压力了。对，没有错，李在明最终气氛都非常好的来开会结束了，可是川普拿到所有他要的任何东西，而且还多拿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军事基地的土地他都要了，这是过去李在明没想过的，他全部都要。所以军费调高，美军的费用调高，然后军事基地他也要，还有3600亿马上要投资，还有1000亿的这个能源的买卖，另外再加100架的波音。李在明输光了，坦白说就这么简单。好，我觉得川普常常都好像都用这一招，我记得之前有曾经对别的元首用过。左老师，好，这个川普这一次当然见了李在明呢，看起来他还是得到了大礼嘛，因为这个李在明也说要这个订购这个超过100亿的这个波音客机。这个当然对川普很重要了，因为波音是美国这个军工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嘛，所以他这个客机能够卖得出去，对于他军工业就有帮助。第二个，李在明也说了，他们这一次出访的时候说了什么 ？Make American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 就是要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这也是韩国的筹码，这也是川普想要的。所以这2点当然打中了川普的这个心理哈。不过川普为什么会之前要说，这个韩国是不是有政治不稳定啊？是不是有在这个追捕这些有对这个教会进行这个搜索呢？主要其实因为在尹锡悦那个时候戒严之后被弹劾之前，当时共和党的这个全国保守联盟主席
曾经有访问过韩国哦，然后他的这个夫人当时也在这个媒体上也讲过说，哎，这个戒严如果被挡下来，到底对谁有利？是对美国有利还是对中国有利呢？那大家都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第一个，他把这个韩国的戒严跟美国的全球战略把它连接在一起，是在共和党内跟川普非常近的一群人。所以在之后，大家就绘声绘影的说，这个 MAGA 派啊，或者整共和党里头的这些保守派人士，跟尹锡悦跟这个韩国保守力量里头的极右派是有一些不仅是理念相同，而且有实际的连接。那当然，李在明非常了解，所以这次他去见川普，主要他不是要得到什么成果，他是要避免川普呢向他这个有过高的这个要求。所以你看，他不是关心说他能得到什么，而是说哪些问题不要出现在双方的谈话议程里头，包括驻韩美军的这个费用啦，包括驻韩美军的行动自由啦，包括贸易谈判他们最后一刻达成协议的那个执行内容，这些他都避免。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川普对他没有一个，就是川普对他本来的印象其实没有那么好了。上次他在加拿大，他特别飞去，川普已经跑了，所以当然这一次对于李在明说见到就是得分。不过当然同时间我们看到另外一组关系就很有趣了，川普跟莫迪为什么？因为本来两个人算是交情不错的结果嘞。到了现在这个两个人，特别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次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冲突，川普要做和事佬，结果呢，印度就非常生气印度认为说他被美国绑手绑脚，然后川普还要把这个停火的这个功劳揽在自己身上，那川普就觉得你印度一点都不感谢我。好了，现在就埋下了这个火种。那现在川普跟印度现在为什么这个莫迪现在这么硬呢？其实有个结构性的原因，因为现在这个印度人民党他在国会里头没有多数，然后他的这个上议院的议长辞职，这也是这个莫迪的这个同党的，而且他还说年纪大了就要走人哦。他跟莫迪差不多大，所以莫迪本身也面临到很大的这种内部的压力，因此他不能退让。好，我们再来请教的是将军。其实这次李在明去见川普，大概除了关税之外，最重要就是韩国自己跟美军的这种国防的问题哈。大概我认为这次川普要求了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要他的这个基地哈，这个基地叫什么呢？叫韩福瑞这个陆军基地。那这个基地面积有14.7平方公里这么大哈，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个陆军基地。那除了这个陆军基地以外，另外还有2个空军基地，一个是叫乌山空军基地，一个是叫群山空军基地哈。这个分别是在首尔下面南边。那这个基地来讲的话，这个韩福瑞空军基地里面，事实上总共驻军美军在这个地方，韩国驻军有28500人但是含眷属的话，概略是4万人。那这个基地里面，它可以住到这么多人，那里面包括学校啦，包括生活设施，包括娱乐设施，等于跟一个小镇一样这是第一个他要的。那其实如果说你一个国家，你美国要在这边，你应该跟人家用租借的方式嘛，你不能说是把这个地拨给我。那第二个来讲，他要求了什么？就是驻韩美军要他的部署要这个所谓灵活化他特别注明灵活化。什么叫做灵活化呢？就是说，就是支援台湾，如果台海有事的话，这个驻韩美军可以不经过韩国的同意来调到台湾来。我这边再跟各位补充一点，各位知不知道这个韩国的军队来讲，它的指挥权不在韩国自己军中是在美军在负责指挥那从这个朝鲜战争之后，因为美军麦克阿瑟协助这个韩国将北韩推回去了以后，从那次以后暂时的指挥权全部是美军在指挥，而韩军自己不能指挥自己军队，所以这也是韩国老百姓一直这个不以为然的事情。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拿回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哪有说是我自己的军队指挥权？这个是由别的国家这个首领在指挥那如果说是这2个条件达成，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这个美国来讲的话，这个韩福瑞陆军基地就变成美国在亚洲的飞地，所有东西都归他，对不对？这块地变成美国的土地那事实上我们经常就听到美军不管是驻日或驻韩的，经常在外面欺负人家老百姓，为非作歹譬如说是这个抢劫啦或者是欺负人家女孩子啦，那他们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跑回他们自己营区。一跑回自己营区，按照美军驻外法权来讲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要可以回到自己国内去受审，
而不是受当地的法院的审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地方变成美军的土地，变成美国的土地，我跟你讲，那就形成飞地。我觉得李在明，如果说你这件事情答应的话，你大概也不用回韩国了，你大概中间你自己就跳伞跳到这个对马海峡，跳到那边去。我想韩国老百姓以他们凶悍的个性，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持续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持续来关心川普哦。川普不是说自己这个在任内这几个月，停了7场还是6场的战火吗？他看似真的很想拿诺贝尔和平奖哦，但是问题是他还是蛮好战啊。我觉得有点口嫌体正直哦。这川普说，官员们可能大约1周之内要将国防部恢复过去更具侵略性的名称，叫做战争部，也就是从国防部变成战争部。他说他不是只想顾防御哦，他还要进攻。好，在美国战争部时期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史，但是后来因为政治正确的考量，所以才改名成国防部。好，刚刚我们上面也直接提到说，因为川普现在也暗示嘛，要求韩国要转让驻韩美军基地地皮的所有权。现在看起来川普对于战争还蛮狂热的哦，但是美军有跟上吗？我们看到美军的萨德系统在运输半途起火，有7名士兵是呛伤住院哦，是被送往医院来接受检查。那美军现在也快速的撤退当中，为什么？因为不顾跟伊拉克之前协议，有2个基地内所有的军队都突然离开了。这是英国的天空新闻网所报道说，阿拉伯语频道引援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是突然的决定从伊拉克的2个基地内撤出所有的军队。那这消息人士还证实说，从这2个基地撤离的所有士兵工作正在分阶段的进行。那部分的美军已经从当日的上午撤离这2个基地了。那预计在几天之内就会完成所有的撤离工作。好，那川普现在不只是战争、引战、防御跟进攻之外，其实他现在又讲到了习近平哦。好久没听到他讲习近平了，他最新讲什么呢？他说最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谈过话，有说在某个时间，今年或是不久之后，我们将前往中国，因为习近平希望他去访问。好，这中美关系为非常重要的关心，他说我们会跟中国相处融洽。好，我们看到资料画面哦，过去他们2个当然有见过面，不过现在从川普的第2任上任之后，现在还没有跟习近平会面过，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但是我们知道美中的关系在之前其实并不好哦，那现在是不是有解冻的讯号呢？川普现在提到说，跟中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当中，要允许60万名中国学生进入到美国大学来就读。那说这种学术交流应该继续维持。之前他可不是这样讲的哦，哇，真的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好，那我们也看到波顿哦，他也指责川普把军援乌克兰绑定在该国愿不愿意调查前总统拜登跟他的家人身上。那任何重大的决策哦，都与连任考量有关。那2019年跟习近平高峰会哦，还央求说，习近平你要帮助我连任成功呐。好，可见习近平没帮他嘛，所以因为他没有连任成功。好，所以我们就说哦，川普根本就是川剧变脸哦，他很适合去演川剧变脸，因为现在看到他们美中谈判哦，他向记者表示说，中国必须向美国提供磁铁哦，否则我就对他们征收200%的关税哦，他真的是用这个关税来治百病。那他现在也喊话说，这是比北京更多的筹码。他说，我们比起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拥有更多筹码。那他也说，飞机零件是华府可以用来对抗北京稀土限制的关键品项啊。他说，如果我打出这些牌，就会摧毁中国哦，但是我不会打出这些牌，所以是说说而已。但是看着他哦，这样讲这些科技啊、原料等等部分哦，看看中国大陆在做什么。好，微博的热搜第4名哦，看到是中国地下700公尺有了一个全球第1名。好，这个是江门中微子的实验哦，成为国际上首个运作超大规模跟超大精度的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
好，它就是一个中微子的质量排序啦，协助科学家对来自太阳啊、超新星、大气还有地球的中微子进行前沿研究。那开启一个探索未知物理的一个新窗口。那确实，我们看到中国的 AI 算力也正在爆发当中，需求很多。那今年规模预估会增加超过40%。好，我们首先也请教的是赖老师。美国在贸易、经济、科技这部分确实有很多筹码可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是事实。而中国也有很多筹码可以牵制美国、遏制美国的发展，这也是事实。因为稀土的种类很多，中国大陆掌控的绝对优势的稀土至少就37种，不只是只有稀土，其实包括石墨等等，还有包括锗、镓、铋等等，太多了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个我们讲的仿生药就是还有就是基础药，像抗生素，还有像对美国人来说的话这个你医疗的设备。大陆如果不供应的话，美国的医院倒一半，这个都很简单，其实都有。也就是说，如果大陆药不给美国，美国人每一天不知道死多少人。其实这都大家都知道，你美国有筹码，大陆也有筹码，可是双方彼此之间这个恶意的螺旋的时候，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双方都不愿意两败俱伤。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彼此之间就好像叫跳探戈一样。你进一步，他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一步，就不断的在这样子周旋中，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达成一个协议。这就是他们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留学生其实也是嘛，就是美国对大陆的留学生不友善，这个对大陆它本身的高等教育或者是有一些的科技这个部分，当然会有伤害。可是没有中国的研究生、留学生，美国的学术研究就发展不上去嘛，那也有伤害。而且美国很多的大学就经营不下去也有伤害。还有美国很多的小镇也是靠着这些留学生在养活的，他们的经济就会受到重创，这也是事实。所以都是两利也是两害的事情。我觉得美国他自己也清楚，川普也清楚知道说，玩到最后其实没有中国的留学生，美国的大学的发展就出问题了，经济发展也会出问题，高等教育发展也会出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所以川普到最后他也是不得不请说你回来吧，来我们美国读书吧。不过我倒觉得除非是那个科系那个科技是你需要的，不然的话到美国并不是读书都会赚得回来，大部分是钱花了赚不回来人生也不见得赚得回来。再考虑再三到美国读书不见得是唯一的好，想清楚。好，那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确实很想见习近平，可是本来双方有意看能不能93，那不可能了嘛。对。那后来就说10月份的时候，这是安华马来西亚的总理他们叫首相安华说东盟的会议，那后来也确定没有了，因为这个过去大陆到东盟的代表就是国务院总理，而不是国家主席。那那个 APEC 呢，有可能见面，但是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正式的邀请川普到北京来访问，有电话中的口头邀请，但是没有正式的安排，所以一直往后延的时候，川普越来越急了，所以他就说看能不能今年的年底冬天的时候，要不就是明年的年初到中国来访问。那问题是在于到今天为止，大陆也都没有正式的回应，这是代表说他们彼此之间大国，中国大陆认为你要来，那就是必须要双方搞定了才来，那就代表还没有搞定，所以就还先不用来吧。对，美中这两大经济体嘛，两大国，这常常火车对撞，其实惨烈的是车上的人很可怕。将军，美军从这个月短短的1个月里面，从7月30号，我们看到空军的一架 F-35摘掉了然后在这个这个月月初的时候，美国一艘的2栖攻击舰在日本的冲绳那边失火了那现在是萨德又烧掉了等于陆海空接连都出了大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三件事情有个共同的特征？
什么呢？都是高端的武器。萨德对美军来讲是多尖端的武器啊，对不对？2栖攻击舰其实也是很尖端的武器，然后这个 F-35也是对他们最先进的5代战机。为什么短短的1个月里面，这三项尖端的武器接连的都出状况？我觉得美军的管理出了很大问题。我们看这次萨德这个火烧车的事情，然后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火灾，你看总共有7个官兵受到呛伤，代表这个火势不小哈。到底是指挥车还是雷达车还是运送这个飞弹车失火？我们现在讯息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这火势一定不小，因为同时7个人呛伤来讲的话，那整套萨德的系统有多贵？所以我觉得美军来讲在纪律管理方面确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哈。这个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在红海那边，他们军舰这个 F-18的战机被自己的飞弹击落，又掉到海里去等等哈，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美军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纪律这么薄弱？我相信这种高级尖端的武器在操作之前，一定有它一套 SOP 的规定，第1栋、第2栋、第3栋、第4栋才能做。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现在坐公车嘛，在台北坐公车，你看那公车司机要转弯，我就觉得说很佩服那公车司机，要转弯以前他一定东指一下西指一下，过平交道就避免，因为他车力比较大。怕说是这个车身的前后轮差造成民众这个万一有人在旁边不晓得，他都会停下来，这就是 SOP。那你想想看，连我们台湾的公车司机都可以遵守这种 SOP 的转弯程序，那为什么美军会这么不遵守规定，造成这么重大的军事上的一个失误？那之所以讲到美国来讲撤离伊拉克的基地，我觉得这个英国这个报纸天空新闻网有一点这个夸大其词了，因为它本来就预定9月份要撤除了。美军部署在伊拉克这个基地，当初是因为美军去打了伊拉克战争之后，然后造成伊拉克整个混乱各地军阀割据，然后尤其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后来伊斯兰国趁机崛起嘛然后趁机崛起以后，那美军联合各国去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所以在这个地方驻军。那本来签的条约就是在今年9月结束要撤军，那他大概提早了1个月。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英国这个新闻来讲的话，应该没有去很认真的查证他们准备这个条约撤离的时间。但美国离开这边也好了，伊拉克就不会每天被美国偷挖石油了。好，我们问左老师。好，川普要这个成立战争部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啦。第一个，他说这是要恢复美国的光荣嘛，因为美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都叫做战争部。那第二个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意义，但是也有实质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向美国国内宣示，就是说以后国防部不要再弄什么 DEI 啦，就是什么 inclusion 啊，什么 diversity 啊，就是多元啊、包容啊，这些性别平等啊，好好的专注在打仗啊。打胜仗啊，所以说他把它改名，其实是有一个要向国内右派宣示，要向这个国内的这些进步派宣战的这个味道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第一个就是他程序上他必须要通过这个国会的同意，因为当初他这个改名是通过，然后设立国防部是国会通过法律的，所以他一定要经由国会的同意了。那第二个，他实际上还需要做一件很大的工程是什么？就是他要整合这些陆海空军，因为原来在战争部的时期，陆军跟空军就是在战争部里头的。那当时海军是独立的，那后来成立国防部的时候呢，他就把陆军、空军都切出来了，那包括海军那所以他的军种跟他的这个国防部是分开。那现在他如果要成立战争部，就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一个组织要重整，那是非常耗费功夫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是不容易，但你也可以看出来，川普的一个特色是什么？他就是喜欢取名字，因为为什么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呢，你看不到结果那些效果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嘛。但是你要改一个名字，大家都注意到所以他是声量就是王道嘛，声量第一，所以他先。改名，然后大家就注意到说他想做什么，他要怎么做，但实际上真的落实多少，效果如何，那反正那是他卸任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他一种炒短线的方式。当然讲到战争部，因为今年又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觉得也特别提一下珍珠港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战争部长叫做 Henry Stinson。
他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呢，他告诉这个他把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这个事情呢，他已经有所掌握，这个情报他有所掌握，但他就决定不告诉罗斯福，为什么呢？他认为说呢，当日本真的炸到了珍珠港的时候，这个时候罗斯福就可以因应这个情势，向国会请求，就是说要发动战。带你掌握政局的变化，掌握事件的真相。你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一伦，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最后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当然首先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国内的讯息，因为呢，大家看到了824，就823罢免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三巨头都在官邸会面，包含的是赖总统、还有萧副总统以及前总统蔡英文。好，不过有一张照片哦，这个是蔡英文脸书的照片哦，大家全部都放在这个心思，为什么？因为大家来找茬，发现了萧美琴在这个桌子的这个反射上面哦，它是有修图的。好，所以有网友最新就写了哦，他只有再写几个字，他没有多写什么，他只写说民进党总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努力，始终如一。好，这话哦确实有一点韵味哦，很多人看了会会心一笑。好，这证明赖政府好棒棒吗？好，不过我们也看到赖总统在这个灾情，也就是7月初这风灾之后，他12号他自己跟灾民说，这个屋顶的部分要自己爬。那后来8月9号的时候，赖清德勘灾嘛，就挂红布条，有递水。好，那当然这个事情哦，我看他的脸书这一篇按赞也蛮多的，但也被批评说，看起来不太好啦。好，另外还有在8月23号，赖总统也爬了铝梯哦，上屋顶来送水。好，送水2次，有人说是想要洗白吗？但是现在看起来哦，反而成为大家更讨论的对象。尤其送水爬铝梯哦，我们看到有梗图，甚至还做了影片，带大家来看一下。注意啊！注意！来哦，谢谢。好，同样是南方公园的画风哦，不过大家哦，这个速度很快哦，这马上就有不同的最新力作，叫做法铝梯送水篇哦。但因为赖总统这个事情蛮多的哦，所以让蛮多人都有很多恶创的机会。好，那我们再看到现在民进党的立委呛瞎官员的是谁呢？好，林岱樺他怎么呛瞎谁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所以您的意思是说，绝对不会有产业被牺牲？当然不会，我们要争取对等再降，就是因为对等关税影响我们很多传统产业，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希望20%的对等关税再降。我就不需要通过条例了，5900的条例在经济部下就有1100多亿。那包括农业的部分，其实也听你的讲法是绝对不会被牺牲的，那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条例，我干嘛还提升到5900亿呢？好，林岱樺讲完之后，很多人说，蛮勇的哦，直接有点呛瞎的味道。不过我们看到行政院发言人是认为说，哦，这个报道有一点点不太符合现实。那我们看到卓荣泰最新早上是说，林岱樺应该是没有听清楚郑丽君的答询。他说，我们当然知道会有冲击，但不会因为要去达到某一个原因而牺牲了特定的产业。好，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产业被牺牲呢？网友看起来不是这样想，他说终于知道为什么关税结果要一直压到罢免后了。还有说没有谁被牺牲，只是少数人可能需要协助。好，那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哦，到底这个关税的问题有没有公开？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政府谈了什么。好，吴思瑶他帮大家讲，他帮卓荣泰说，我们来看一下。关税叠加，这是原则。台湾当然适用原则，而不是适用例外。我们不止没有黑箱，我们做到史上前所未有的透明公开，甚至是全球警戒。所以这是史上没有的透明公开，更是全球没有人做到的。台湾做到了，我请在野党不要再用黑箱这种恶质的标签贴在我们辛苦的谈判团队的身上。好，
好，确实要讲哦，谈判团队很辛苦，但是吴思瑶所说，我们没有黑箱，我们是公开透明。结果他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写着保密协议。好，保密协议是公开透明吗？大家就是要知道保密协议是什么啊。好，所以网友说，他是不是以为全台湾人都会通灵？关税从头到尾都是黑箱，卖了什么要卖什么，都不知道呢？哪里透明？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像是这个大罢免之后，最新 AIT 也罕见的曝光跟高层的互动。古立言会见了是国防部长顾立雄，而且还有蓝委哦。但是罕见的主动曝光嘛，那我们看到古立言不仅是有跟顾立雄会晤，讨论了军事吓阻跟社会韧性，甚至还跟国民党的立委来交流，说要共商强化台湾的防卫实力。网友看到就说，哇，美国爸爸耶，跟在野还有这个顾立雄，那跟在野的话比较特别嘛，找了国民党，而且还称呼国民党是伙伴，难道美国爸爸也要成为中共同路人了吗？好，这是照着民进党的逻辑。他说，民进党台派青鸟霸团看起来要集体被美国爸爸抛弃了，简直跟夜壶一样，用完就丢掉，说看起来很可怜。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去识别化欺敌哦，我们现在国防部的军文社制作国防线上节目，就披露说我们有最新的做法哦，我们采用去识别化欺敌在台的车来装飞弹系统，好，说我未来会部署在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但很多人说，这个怎么有点像胡塞组织啊？胡塞组织也很爱用 Toyota 来改装皮卡车哦。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在国际法上面哦，是1949年制定的《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议定书，有特别讲说，其实包含假装具有平民、非战斗员的身份，都是禁止冒用平民身份的。所以这部分可能会变成军民不分，会面临平民被战争的一个风险哦。但是也有人有不同观点，认为反正兵不厌诈，我这样有什么不对？好，我们首先就来请教的是赖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兵不厌诈，兵不厌诈是在战略战术各种战役中，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把应该是军车有军方涂装的，你把它改为民车的话，你自己本身是违反战争法的。违反战争法，那对方对于平民百姓的攻击就具有正当性跟合理性，还有合法性，你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余地。我觉得一般来讲，交战双方是军人的事情，打完了，那么军队武装被解除了，武装解除了，基本上就是要谈终战，谈结束战斗的一个和平协议了嘛。现在俄国跟乌克兰不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川普要进来说好，我来帮你们撮合，看双方可不可以进来谈和平协议，不要再打了。可是你把老百姓推上战场，那这个基本上来讲是不合法的行为。我觉得这不是兵不厌诈，这点一定要弄清楚。尤其是国防部，你是军人，你的责任是捍卫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不是把平民百姓变成你的人肉盾牌。如果你一个军人，你把平民百姓当成你的人肉盾牌，你就不够资格，你不配当军人。你是来保护他的，人民缴纳税钱养你，就是要你来保护他。结果你把老百姓推到人肉盾牌、人肉坦克里面，你躲在后面，这算什么军人？算什么英雄好汉？丢脸！不可以这样做的。国防部，我在国防部工作也很多年了，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以前都绝对不会这样做，打死都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现在的这些小老弟，当的这些军官，当的这些总长，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越来越过分了，真是莫名其妙啊！有关于邓丽君，我老是讲成邓丽君，邓丽君是我们很喜欢的，对，怀念她，很怀念的。是邓丽君就不一样了啊！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在美国你是跟谁谈判吗？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你到美国跟谁谈判，对方的层级多高，代表性有多大？你到底是跟财政部部长谈判，还是跟商务部部长谈判，还是跟最高的贸易谈判代表谈判，还是这3位你都见不到？第二个，你到底在哪里谈判？你是在美国的商务部里面谈判，
还是在我们的代表处谈判，还是另外再租一个地方，在外面的一个酒店，就是饭厅啊，在那边谈判，我们也不知道。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你谈判最后你谈出来的协议，你要送到立法院审议嘛？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ECFA 谈完以后，还是要送到立法院去公听会，还是要送到立法院去审议。到今天为止，你也没有办公听会，你也没有给立法院审议，你也没有对于各界的人士来报告，说我今天谈出来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你说我们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产业，每个产业都被你损害了。为什么？我们的关税比韩国、日本、欧洲都高，而我们台湾的很多的产品是跟日本、韩国，特别是韩国是竞争的，结果我们的关税都比他们高，难道我们的关税不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吗？更何况到今天为止，你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哪一些产业对日本、对美国进口的时候是零关税？你没有告诉我们呢？如果是农业呢？如果今天美国的农业进口到台湾是零关税，我们的农民怎么活下去？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大家都不明不白，这不是黑箱作业，什么才是黑箱作业？这个吴思瑶吧，还是吴思什么的，我不晓得。吴思瑶吴思瑶，你马后啊，这不是黑箱作业吗？你告诉我们哪一点透明化？全球每个国家都做到，就我们台湾做不到，就是你民进党做不到。好，刚才讲到吴思什么，我还想到说有一次我采访赖总统，不小心把吴思瑶讲成吴思怀。好，温将军，这个国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又懒又笨，真的是糟糕到极点。我从军30几年，我在第一线这个实施防御的工作做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想过用这种方法，说是这个装成这个用卡车伪装成民车来装飞弹。那是我那个时候笨，还是现在的人比较聪明，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叫做什么？叫做哈马斯化，还不是胡塞化。人家胡塞还很英勇，对不对？你今天根本就是哈马斯，就是整个哈马斯来讲，分不清楚到底谁是军人，谁是老百姓。你那么聪明，把这个飞弹装在货车上面，那我教你一个方法更快，你干脆叫这些军人全部穿上便服去打仗好了。那让解放军根本就分不清楚，这到底是这个国军还是老百姓？好，我跟各位讲这个以前我们是怎么做法？以前我们当然所有武器装备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们看出来是陆战队嘛，滨海作战团用的装备叫做地狱火飞弹。那顾名思义，一定是在海边那个地方，当敌人登陆的时候，用这个地狱火飞弹攻击敌人的舟波的这种登陆的小艇来做攻击，应该是担任这种任务。那这种任务以前我们不是没有实施过啊，这种工作，这种作战斗技能我们没有这个训练过或者操作过。那你现在用这种东西，我跟各位讲，以前我们怎么做法？当然。你要隐蔽、掩蔽、伪装是事实，但是伪装不代表说你可以改装，你知道吗？你这叫改装，就不是伪装。以前要怎么做？我跟你讲，就是挖作战工事嘛，就是隐蔽嘛。你去看所有海边，现在有很多的工事碉堡，都是以前我们留下来的。你要盖碉堡，你要盖据点嘛，盖阵地嘛，挖壕沟嘛，这样才能够保存战力。你要隐蔽、掩蔽嘛，穿着军服躲起来，然后适时的从隐蔽部进入到射击阵地，然后射击完以后退回去。应该是做这种工作，你怎么会这样子伪装呢？那试问一下，那你下次你干脆所有人都穿上这个便服来讲的话，让解放军更分不清楚谁是国军谁是老百姓。所以我说他们就是又笨又懒。什么叫做笨？是吧？就是居然这种脑袋里面装水这种方法，哈马斯的这种战法，你都拿出来用。第二个为什么叫懒？你知道，就是不去构筑公司啊。很简单，你应该去构筑，为什么不去构筑公司？我在这边讲你去翻翻这个国防部。这个你们这些这个大官们，你们去翻翻这个国军准则、步兵班排连的准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工事怎么构筑，单兵要怎么构筑工事，这个壕沟要怎么构筑，长宽怎么经史，然后这个包括你要不然你就现在到海边去看，海边还有很多碉堡炮阵地，那都做成碉堡。那为什么我们以前比较笨，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挖壕沟、去盖碉堡去灌水泥做这个，按你们现在都很聪明，用这个方式你就可以糊弄过去。当然了，后面来讲会不会因此而引起那个有待我们商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关税谈判
来讲的话哈，大家不要以为说是这个你现在一直在糊弄老百姓，这个丑媳妇迟早总要见公婆，你早一点跟老百姓讲哪几个产业会受到什么样影响，大家还心里有个底，还想办法转。如果你现在一直在黑箱，一直闷着不讲，我跟你讲，等到时候爆发出来，大家没有一点应变的时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台湾所有老百姓会更惨。好，毕竟关税跟我们民生是最相关哦，大家希望能够了解事情的状态嘛。左老师。果然呢，大罢免投票完以后就不一样了啊！在这个823那一天，国内某一个媒体就揭露了，就是说，在这个政府跟这个美方谈判的内容里头，就包含了美规车美制车进口，包括是关税啊，包括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啊，以及包括还有什么呢？包括它的这个非关税贸易障碍。就当时行政院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是不实讯息。隔了2天，郑丽君就出来证实说，的确，关于这个美制的汽车，那未来的关税以及未来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这些现在都在谈判的内容。隔了2天，说法就不同。那就是说明什么？就是因为大罢免的关系，所以你该说的都不说嘛。那这些其实影响到很广，为什么？因为美制的汽车不是只有像福特啊，这个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品牌，还有什么像这个宾士轿车也是从美国来的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看从别的国家的品牌也是从美国来的啊。其实你像日本的这些汽车厂，很多都在美国设厂，他们在美国制造的比例也蛮高的。那好了。这么对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权益，对国内厂商的这个市场影响这么大一件事情，政府一直要压到大罢免之后，才终于挤出了一点点。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让业界知道呢？为什么不能早点让消费者有所准备呢？大家全部都在观望，大家全部都是一团糊涂，这个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嘛。那很显然，就是因为大罢免把整个国家这个正当的程序，把整个政府应该跟人民沟通的全部都停摆，一定都等大罢免。这里头也就看到大罢免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有多大的这个扭曲。当然，我认为其实现在政府要在因应关税有很重要的一点，第一个当然是要公开透明了，但是第二个还有很重要是，你不要只是增加经费，原来政府经费是多少？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4月说是880亿，然后呢，后来到了这个7月的时候变成930亿，现在又说要再加200亿，就是1000多亿啊。韩国大概就是将近有大概800亿，大概是800亿左右啦。那我们大概比韩国要高一些，韩国大概900-1000亿左右，我们是比韩国高一些。原因是什么？因为韩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大，人口是我们的2倍嘛，所以我们跟它差不多或者比它少一点，都这个比例上都比它高。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这笔经费要怎么花，你能不能花在刀口上？你能不能真的带来产业的转型，带来这个帮助这个业者渡过难关？还是你只是走过场，反正形式上我发出去了，那我就有做到。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才是立法院应该监督的重点。确实是要根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这样子补助上面，虽然对政府来说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是人民还是无感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